别再看猫了，多看看我。抱歉，我突然有个临时会议，我们的约会可能得推迟一会儿。你已经在等我了吗？还不是新项目的事。算了，不说工作了，那等我开完会来接你。那怎么行？见到你就是我的要紧事，而且临时会议很快就结束了，不耽误我们见面。好不好嘛，姐姐？待会儿见。行，情况我都了解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剩下的之后再说。这个嘛，我就是心血来潮。饿了吧？我已经让餐厅准备好了，咱们现在就过去。怎么，见到我不高兴？看这个，为了能和你一起看画展，我特地赶回来了。上次错过了这个展，你不是还觉得可惜吗？这次我们可不能再错过了。可是我一刻也等不了，而且我也不算太累。好了，别犹豫了，你也不忍心让我千里迢迢赶回来，就扑了场空吧？我还想问问你怎么了，表情一会儿惊讶一会儿严肃的，
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哦，原来刚才是在想周末要怎么和我一起度过吗？好，周六我让温晨接你来陆公馆。魏管家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是律师小姐啊，好久不见了。我今天就是为了葡萄才来陆公馆的。不，只是……康伯，你去联系一下李。哎，别乱动。哼，这只捣蛋鬼偷跑到陆公馆，还在我床上睡了一觉。实在抱歉啊，陆总，都怪我疏忽了。葡萄习惯了野外生活，我怕他一直待在家里会觉得闷，就时不时的陪着他到花园里玩。但谁知道他总是趁我不注意，从栏杆缝隙偷跑到这里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啊，我也就随口一说，你别在意。我还以为葡萄是想念陆总才跑来的，没想到是在想念律师小姐。难怪接连往陆公馆跑，看来前几次律师小姐都不在吧？当然可以啦，我想有律师小姐的陪伴，葡萄也会开心的。那就让葡萄在陆公馆住几天吧，正好家里那只法老王猎犬不在，一只猫而已，又不是养不起。那葡萄就交给你们啦。啊，哦，行吧，走吧。嗯，没有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我在想其他的事。没什么，都是小事。不过照顾葡萄，留在陆公馆。
好啊，你果然最为我着想了。精神也变得更好了，一天到晚都不用休息似的。这猫可真会撒娇啊！好了，现在没什么能打扰我们了。还说我呢，明明说是来陪我的，怎么今天只顾着陪葡萄去了？难道这个理由还不正当吗？放松？你不喜欢这样吗？不自然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最近我的确有些不自然，那是因为……葡萄。哼哼，叫也没用，我可得好好想想要怎么惩罚你这……哎呦！啊，怎么了？哼，说起来，葡萄也挺长时间没有洗澡了吧？今天又弄得浑身是灰。择日不如撞日，
不如今天就给葡萄洗个澡吧。不，我要独自给葡萄洗澡。没错。哼哼，抗议也没用，这可是我们增进感情的好机会，当然不能错过了。哎呦，当然，没问题了。哎，等等啊！我没事。哎，不，姐姐，你看，他欺负我，还恶猫先告状。啊！我都这样了，你还笑？你竟然和葡萄一起欺负我！唉，那好吧，看来我没你不行啊。葡萄也太能捣乱了，而且比起上次见面更调皮了。明明前几次来陆公馆也不是这样的。不会真的因为我给他洗澡就讨厌我了吧？哦，是吗？根本不是这样，他不仅捣乱，还一直黏着你。明明我……你喜欢被葡萄黏着吗？啊，那如果是我黏着你，你也会喜欢吗？啊？为什么？
哎，真奇怪，葡萄今天怎么不粘着你了？哦，抱歉，我待会儿有个线上会议，可能不能陪着你。当然不会，这有什么影响的？我知道我长得确实不错，但你也不用这么一直盯着我吧。这么热切的目光，让我都没办法好好开会了。已经能顺利推进了。这么关心我的工作啊？看你愁的，刚才五官都皱一起了，笑一笑。这又是怎么了？哎，怎么，撩拨完了就想跑？什么？不，我不觉得你弄巧成拙，相反，我很高兴。只不过，姐姐，你或许需要再学习一下该怎么粘人。粘人啊，要像这样。要不要我再多教教你？不，其实这件事和你有关。如你所说，这段时间我的确有些反常，但并不是因为工作，而是因为我们订婚了。自从我们订婚后，我就发现自己比以往更想黏着你。我想要占据你更多的时间，想每时每刻见到你。但同时我也觉得这样的行为有些幼稚。况且我并不是为了把你捆在我身边才向你求婚的。所以当我看见葡萄可以完全凭着心意黏着你的时候，我有些羡慕。就是非见不可。因为我们本来见面就不算频繁，我不想再错过任何相处的机会了。
啊，嗯，我喜欢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迟早会一起生活，而且是一起过一辈子。我问了康伯，葡萄还在花园里晒太阳。没什么，只是想起之前葡萄偷跑来陆公馆的事。啊，就是我出国开会的前一晚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纠结要不要赶回来和你一起看画展。结果，葡萄跳上了书架，碰倒了放在上面的画册，而展票就恰好夹在那本画册里，随着画册散落在地上。我当时觉得，在纠结时看到了展票，说不定是一种指引，所以，最终我决定赶回来。我那时也觉得这只是个小小插曲，不过这次，这一切该不会是葡萄的计谋吧？毕竟我能和你坦白内心，也算是他在推波助澜。算了，本来我也打算送给葡萄一份礼物，如果他真的帮了我，现在刚好作为谢礼。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不止如此，这整个猫爬架都是我设计的。从葡萄第一次偷跑到陆公馆，我就猜到，这家伙偷跑来的次数不会少，所以我就开始准备了。哎，那个还没有完全固定。再捣乱，今晚的牛肉没有了。哼，毕竟是我亲自设计的。葡萄啊，
现在你礼物也有了，以后可不能再这么缠着他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拿人手的啊！我有事，姐姐，你看葡萄又欺负我。那你这次要好好管管他，让他明白我是个无辜且单纯的人类，不能以欺负我为乐啊。哎，不着急，我现在还疼着呢。当然了，葡萄对我一点都不留情。别再看猫了，多看看我。今天恐怕要你一直都守着我，观察我的伤情，只守着我。下午好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啊，我工作刚结束，所以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。也没什么急事，就是想跟你说，葡萄又偷偷跑到陆公馆来了，而且这家伙一来就跑到我床上睡了一觉。你别担心，我已经跟李叔说过了，晚上再把他送回去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李叔还说他已经开始翻修围栏了，葡萄就是趁着他和工人商量的时候偷溜过来的。就是为了防止葡萄再往外跑。他虽然聪明吧，但总这样跑出来，李叔担心他会遇到什么危险。哎，说来也奇怪啊，这次葡萄跑来竟然一点儿也没捣乱，还主动撵我，和之前简直是判若两猫啊！所以我合理猜测，葡萄终于折服在我的个人魅力之下了。啊，你觉得这是葡萄向我道别的方式？这么一说，趁最后一次偷跑来，还真是葡萄的风格呢。我的声音有一点不舍，有一点吧。毕竟我也习惯了时不时在陆公馆看到葡萄。啊，我才不会告诉他呢！要是葡萄知道了，肯定该得意了吧？哎，啊，没什么，就是葡萄又跑到我脚边了，看来是想让我陪陪他。你也想再看看葡萄啊？行啊，我现在就让人来接你。不，还是我过来接你吧。哎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？比起一点路途上的奔波，我当然是更想早点见到你啊。是吗？我们昨天才见过呀。哎，看我这苦苦想念的样子，昨天真是不该放某个人回家。我不逗你了，我现在过来，等我，很快就到。